坐。我已经把你的意见反馈给了董事会，董事会很认可你的想法。经讨论，需要从公司本部调一名有能力的同事到月子中心，担任品牌运营总监，协助吴总打造月子中心的新形象。我们一致认为，这个人选非你莫属。之所以推荐你去月子中心，有3个理由：一，你有这个能力改善月子中心的漏洞；第二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在接洽这个项目，你最熟悉和了解他们；第三，接着说。是你的身份。我身份怎么了？以你坚持的立场，更应该到月子中心去好好了解、体验一下妈妈们的生活，这样也更有助于你目前的工作。李总说的对，你之前去那边不是跟很多宝宝妈妈们都拍了非常有爱的照片吗？对于提升你的形象，也都是非常有利的。我形象怎么了？要去月子中心提升。小妍，你视而不见我的业绩，屡次3番提醒我丁克的身份。丁不丁克是我的隐私，我的私生活，和西雅和工作毫无干系。我完全可以以歧视员工为由，起诉西雅集团。小妍。月子中心是母婴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也是母婴业务的前沿阵地。经董事会决定收购这家安心人月子中心，将其打造成为高端品质的月子中心，面向中产家庭。今后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家月子中心，更深入地了解母婴市场的需求，以及周边的产业链。但是你们也清楚，在这方面我们之前没什么经验。开疆拓土的条件呢也比较艰苦，这家月子中心目前还有很多的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。到时候由陈总的团队负责和月子中心建立联系，向他们输出西亚集团的理念和需求。我听说肖经理之前跟这家中心有过接触，是吧？去做过市场调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李总。我们整个团队当中，目前只有肖经理与月子中心建立过联系，理应由他来负责这项工作。当然可以。肖经理，没有什么不适应之处吧？什么意思？我之前看到过你与月子中心妈妈们的合影。如果接下这项工作，后续还会与宝妈、宝宝们不断的接触。想问问，有什么勉强为难之处吗？如果是不愿意或者是不喜欢的话，肖经理绝对是没有问题啊！就算是再不情愿，一想到大家都是女人，还是会同情的嘛。我同情的是女人，不是小人。行了，小妍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吧。好。你看，我们的宝宝多可爱呀，每一个都跟小天使一样。你们这样集中的婴儿托管，是怎么做到预防交叉感染的呢？交叉感染？我们这儿的宝宝都很健康的，不会生病的。你看多可爱呀！没有什么防御设施吗？当然
然有了。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健康检查的。除此之外呢？硬件设备什么的没有吗？哎呀，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，这你得问吴总。吴总说这些都是你来负责的，你应该最清楚啊。哎，欢欢姥姥来了。哎呀，你好。是啊，你这天天都来哈。是啊，放心交吧。给我们放心吧。好，谢谢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家属啊。你们这管理够松散的。肖总，您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这管理怎么就松散了呢？这些人进来的时候都消毒了吗？消毒了呀，这事儿归前台管，进来的人都得消毒。你看还有没穿鞋套的，这得带进来多少细菌啊！这不是一般的公共场所，这是宝宝住的地方，像他们这样随意进出，探视没有时间限制的吗？肖总，您不喜欢孩子吧？李主任，你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是没生过孩子的话，你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家庭刚拥有孩子的心情，你更无法设身处地的想象他们想见到孩子的迫切愿望。你想啊，咱们要是给这些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规定探视时间，好多钱都是老一辈儿出的，咱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？宝宝和宝妈的健康环境都得不到保障，还谈什么人情啊？这是安心人月子中心去年和今年的一个业绩简报。去年相对比较稳定，但是今年大幅跳水。我粗略的调查了一下它的问题所在，近半年，销售部门的人员流动较大，市场部门丢失了2家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。现在整个月子中心管理非常混乱，护理部的护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。整个设备非常陈旧，需要全部更新。挑毛病很容易，我相信很多月子中心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月子中心不是其他的服务行业，这些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。那就请肖经理谈一下建设性的意见吧。我跟他们的吴总谈过，这个吴总好像并不在意他的硬件是否达标。他更在乎的是如何开发新的美容项目来赚钱。现在这家月子中心有太多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，既然要代表西亚集团文化，就要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我建议另外聘请一名有能力的经理人，协助吴总重新建立品牌形象。只有一家有良好信誉、设备健全的月子中心，才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我会把你的建议提交董事会的。我会继续监督他们的工作。陈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肖经理说的都很对，